大家好，我是文。大家好，我是丽蓉。今天我们要聊怎么说好汉语。丽蓉，你教汉语多少年了？我教汉语大概10多年了。那你觉得说好汉语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是说汉语，说很多语言，其他语言也是这样的。它的关键就是你要敢开口，要多交流，多说。那在你的所有的学生里，有没有一些学生他们是不愿意开口说的？那肯定有啊。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不愿意开口说呢？其实有一些原因，首先是因为性格的原因，比如说很内向、很害羞的人，他可能就不好意思说。然后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信，词汇量掌握不够，发音他觉得不准确，所以他不好意思说。确实，我也有很多这样的学生，他们第一，因为性格很内向，不是说汉语他们不愿意开口说，就连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就连他自己的母语，他也很少说。嗯。性格原因。那还有一些人呢，是他们没有自信，或者是有一些学生，他们跟我说：“老师，为什么我说汉语的时候，我的家人，因为可能他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是中国人，然后嗯。呢，或者是他们的朋友、他嗯。们的同事是中国人。他嗯。说：“为什么他们会笑我？是嗯。因为我的汉语很可笑，我的汉语说的不对吗？”我说：“其实不是的，不是说你的汉语不对，或者是你闹了什么笑话，可能是他们觉得你在说汉语的时候很可爱。对对。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或者是中国朋友，真的会笑话他们。嗯，是吗？对，就是当他们说错了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们会笑他。他们觉得好玩儿。对，他们是觉得好玩儿，但是他们没有站在我的学生的立场上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对。会打击他的自信。对，其实他觉得是好玩儿可爱的才笑的，但是会让对方觉得他是在嘲笑，或对，者是觉得，他说的这个真的不对，然后觉得好笑。是，这个会打击我们的学生的自信，会打击外语学习者的自信。所以呢，如果你被别人嘲笑了，不要害怕，也不要不敢开口说，因为你就是一个外国人，你说错了又怎么样呢？没有关系。其实我说英语的时候，我也经常说错，但是也没有让我不敢开口说。对对对。那如果呢，你的朋友正在学习汉语，或者是正在学习你的语言，当他说错的时候，你也不要笑话他，因为这个真的可能会打击他学习你的语言的信心。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当他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多一些鼓励，他真的可能是未来越学越好。但是也有可能你的这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他不想说了。嗯。是的，是的，没错。还有的学生问我，老师，为什么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听中国人说话的时候，我都听得懂；我在看课本的时候，我也看得懂，为什么我自己就是说不出来呢？或者我自己说的时候就是错的呢？你觉得嗯嗯嗯。是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看的那些都是很标准的，然后他跟就是生活中的中国人交流有点儿少。我觉得如果平时多一些交流，不怕错，首先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怕错，多一些交流，交流多了，我觉得他的语感也有了，有了语感以后就会更容易。嗯。是，那刚才我们也说，说好汉语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开口说，对吧？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学习者，嗯。往往他们可能练的比较少，对，就是练得少。嗯。他们很少练习说。我一直觉得，你听得懂、看得懂，不等于说你就会说，对。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上课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嗯。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问他你喜欢吃中国菜吗？嗯。他说喜欢。那你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是愿意说的学生，他不只是说喜欢。我有一些俏皮的学生，就是很爱说的学生。如果我这样问他的话，你喜欢吃中国菜吗？他会说，老师，你指的哪儿的中国菜？比如说四川的，比如说北京的，比如说上海的。你这个学生是把话题聊没了，他回答你了，然后老师要继续问。如果一个
不太懂的那个老师的话，他可能也这个话题也就结束了。我说的那样的学生呢，那他通过这个机会，他会多练，他会说很多话。我发现很多汉语说得好的学生，他们有一个共性，嗯共同的特点，嗯，就是爱说。对，经常说我的学生不是爱说，我说你们太贫了。哦，这个是北北京话？京话，对，贫的意思不是贫穷、贫苦的意思，在这儿这个贫就是太能说了，就是说的话太多了，没有话题会找话题说。其实学语言需要这样，是的，嗯，所以我在教我的学生的时候，我在给我的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不允许他们只回答一个字或者两个字，比如对说喜欢或者不喜欢，对或者不对，是或者不是。我会让他们回答一个完整的句子。对他们说：“老师，那我在生活中我也需要回答一个完整的句子吗？”不是的，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我想帮他们练习他们的语感和语序。如果他们经常说是或者不是，很少说一个完整的句子，那他们在生活中或者在他们必须说一个完整的句子的时候，他们就会犯错。对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的语序是什么，他们可对能说我饭吃，但其实我们说的是我吃饭，对对对吧？对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那对更复杂的例子，他们可能会犯一些语序上的错误。对，就是他会把那个语法，说成是英文的语法，我吃饭了，昨天晚上。那其实这个可能中国人也听得懂，但是就觉得有点儿奇怪啊。是的，是的，所以特别是在上课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就多说，对你回答老师的完整的句子，这个不是在浪费时间，这个是在帮助你自己找到一个汉语的语感。对，语言方面，老师是喜欢贫的学生的，嗯，是的，因为这个也是在帮他们练习。你不但要回答一个完整的句子，你还要再扩展，说更多的内容。像丽蓉说的，那我是什么时候吃过的这个嗯哼，菜是什么菜呢？四川菜呢，还是北京菜呢？嗯，那你第一次吃中国菜是什么时候？你对觉得中国菜跟你们国家的菜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对价格怎么样？其实都可以说。对，把所有的你学过的词和语嗯法都用上，对。这样才会起到一个练习的作用。对，其实如果他说不到的话，然后他点到那个话题，老师也会引导他往那个方向走。比如说是一个3、4级的学生，当然老师除了说你喜欢吃中国菜吗？他回答喜欢。那你喜欢吃哪里的？哪里的菜有什么特点？这些老师都会就是给他引导他说出来的。嗯，是，那在我们刚开始说的时候，我们说练很重要，对不对？对那我觉得非专业的老师，他第一，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教；第二，他不知道怎么练。对对对，其实去引导学生，去帮助学生练习，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有一些没有经验的老师，他们在讲一本书的时候会讲得很快，因为他们不会反复的帮学生练习，他嗯。们不懂怎么去练习。他们就会就是追进度，就对，是说这段时间我把这个书讲完了，完了就完了。我觉得就像囫囵吞枣，就是吃进去了，然后就什么感觉没有，然后其实对学生来说，还不如不上这个课。是。其实我在清迈学泰语的时候，我的泰语老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经验的老师。他嗯，告诉我，有一些他的学生每次都想学很多词，他们觉得如果学到了很多词就是赚到了。但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他很有经验，他告诉他的学生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词你没有练到，这个没有变成你自己的语言，你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其实不代表你会了。对，说回来，就像我们在大学考英语6级什么的，我们脑子里有5000多个词，或者甚至更多的词，但是出了大学校门，然后让你说一些流利的英语的话，说不出口。是的，那我词多吗？多很多，对。但是说出来吗？说不出来。对，是嗯，的。所以呢，在教汉语的时候，知道怎么帮学生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的，因为我们要让学生多练习。嗯，我们知道上课的时候练习的时间是有限的，不管是1对1的课还是班级课，对，练习的时间都比较有限。
你觉得他们下课以后可以找到一些什么样的机会，或者是创造一些什么样的机会去练习呢？找个男女朋友啊，男朋友、女朋友啊。那不是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单嗯身的，对不嗯，对？对对对，那嗯。肯定是。那我觉得可以私底下找中国朋友，交一些中国朋友。因为你如果是来中国学习了，那当然你需要一些中国朋友。那如果不是在中国学习呢，那也可以找当地的有没有中国人，跟他们找机会见面呀，然后一起聊天儿啊，或者一起做一些事情啊，给自己找机会来说汉语。对，其实如果你想有机会的话，机会还是很多的。对。比如说打车的时候，你可以跟司机聊天。其实很多开出租车的司机，他们都很喜欢聊天，你可以跟他们聊。比如说，你可以问他们当出租车的司机多少年了，然后每天可以接送多少客人等等的这些话题，对吧？对，当然不能直接问你每天挣多少钱呀？但是，但是可能有的司机还觉得，哎，这个外国人还挺有意思的，问这个他可能会回答。但是如果可能有的司机会觉得啊，怎么这么突然问我多少钱呢？但是其实我觉得中国的司机还好，因为如果你不问他的话，他可能会问你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啊，后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对，你在中国赚的比你在国外多吗？对，他们会好奇。对其实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话题。对，可能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很私密的问题，但是中国人觉得有意思。所以如果你被问到了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不要觉得不好，或者是不要觉得你的隐私被侵犯了。嗯。如果你想回答，你就回答；如果你不想回答，你就说哦，这是我的隐私，或者你可以随便说一个。对，或者你可以含糊的回答说：“啊，还不错，还行，还可以。”那个司机听到这些，他也大概知道你不想回答或者怎样。嗯，对，比如说你可以说五六千吧，或者嗯，是一两万吧，这样的，对吧？对，不用告诉他一个具体的数字。对对对，很多初级的学生，他们会找一些儿童读物，也就是孩子看的书嗯。来学习中文。丽蓉，你觉得这个会有帮助吗？我觉得如果选对了还是有帮助的，因为如果有老师或者有就是了解这个汉语学习的人给你建议看一些什么儿童读物，那他肯定是针对你的能力或者你语言习惯或者等等一系列，他推荐你的，我觉得是有用的，因为有一些儿童读物是很简单，很容易上手，然后很容易学会的。当然，有一些其实也不是那么好的，对，其实不是所有的儿童读物对你都是有帮助的，因为有一些内容可能在你的生活中你用不到，这样的儿童读物我就不建议你们去看，不建议你们去用它学习了。没错儿，因为有一些儿童读物确实有一些话吧，它不太常用，而且怎么说呢，很可爱，适合小孩子说出口。那如果我们大人说出口呢，就感觉好像太可爱了。对，就比如说吃面，他们可嗯，能会说吃面面，对，面面，然后那个东西，东东，好奇怪。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完全照着说了，要不然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对对对，你觉得只要会说汉语，你就会教汉语吗？我觉得不是的，因为我每一个级别的学生，他是要针对性的一些方法来教他们的。那如果是一个只会说中文的中国人，他不懂得这个教的办法，他只是说我说一句汉语，你就能学就行了。其实这个是不可以的。然后我觉得是会适得其反，不但没有教好，反而他的脑子里有好多好多词，但是说出来，很多中国人也听不明白。对，嗯其实就比如说，中国人知道很多英语的语法，嗯，但是呢，英语的母语者他们可能不知道有这些语法。对那汉语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专业的老师，我对，们知道汉语里有很多语法，但是呢，别的中国人他们是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结婚了和他结过婚，这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对，这个了和过都是过去式，但是意思完全不同。
对，那中国人呢，他肯定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不同的，可是呢，他们不会注意到，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给你解释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对，比如说很多中国人会告诉你，你加了就对了，加了就是过去式，但是我们有要了，比如说我要去旅行了，那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呢？对，是的。然后呢，我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些老师他们会一直去纠正学生的发音，他们觉得发音准了，这个人的汉语就好了。嗯。你觉得这个方法对吗？首先我觉得说发音准确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他已经学了好久，然后你一直纠音的话，这件事情是对学生打击很严重的。我们在教初级学生的时候，我们作为汉语老师，我们应该把拼音教好，这个基础应该给他打好，让他的那个发音好一点儿。当他已经很高级别了，他的发音有问题了，你要是常常纠音的话，他会没自信。嗯，是的，而且他会觉得这是一门很枯燥的语言，对，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放弃。他觉得发音太难了，然后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纠正我呢？我觉得不影响大意，不影响整个的意思的时候，不需要去纠正它。当他有一个词真的完全意思不一样了，就是听起来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说一下，然后慢慢的，他可能会自己也知道一点一点的改过来。我觉得这个对高级学生纠音应该是慢慢来的事儿，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班级的学生，他们都有发音的问题的话，每次上课之前让他们每个人读一个短文，让他们这个短文一直练。比如这个学期我们就练这一个短文，发音对了就行。他一直练，一直练，等他把这一个小短文读得很标准的话，他说别的话的时候，他也会知道问题，他自己就知道问题了，不用你去揪他。如果你是刚开始学发音，那一定要打好一个基础，因为一旦你养成了一个习惯，以后你就改不了了，很难很难改。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刚开始学习汉语，刚开始学习发音，一定要好好的练习你的声调，打好一个基础。所以这要说到头，就要开始了。我觉得同学们一开始学习汉语，一定要找一个很专业的，而且是很耐心的中文老师教你。我觉得其实拼音不难，但是拼也是最难。如果你发音每一个词都很准，就算你记住的词很少，但是你说出来很标准，我觉得是很棒的。所以一定要找一个很合格、很有耐心的老师开始学习。是的，一个专业的老师可以让你的学习事半功倍，就是你花这些时间，可能呢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对，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非专业的老师，或者是不专业的一个学习方法，那可能会事倍功半，就是你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去学习，但是呢，你会发现你一点进步都没有。对，我就觉得我们学习汉语吧，就是像建房子，我们最底下那一定要建好，上面就很稳。那如果下面觉得很简单，然后着急去练，去学习更多的词，那你就小心了。未来有可能你说的话，很多中国人听不明白、听不懂，那是什么问题呢？发音问题。其实呢，我觉得如果老师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花太多时间给你练习，第一，可能你会觉得无聊，然后放弃；第二，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浪费时间。老师可以教给你一个方法，你可以自己下课以后去多练习。比如说像刚才丽蓉说的，给你一段话，然后呢，半年、一年的时间，你都去练习这一段话，把你的声调练准了。还有呢，可以是你去听一些 HSK 的听力练习。你听的时候，你不只是去听它，你听一句，然后停一下，然后呢，你去重复它的话，去模仿它的发音。这个呢，不但可以练习你的听力，还可以练习你的口语，然后呢，还可以增加你的词汇量。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多人都在用，而且效果也很好。当然，我们说这个一段话也是不同级别的学生哈。如果是很低级的学生，一二级的学生，他可以找一句话，然后高一点的找一个，就是有几个句子组成的一段。然后那如果高级的就可以找一个文章了，这样就是不同的啊。那丽蓉，如果你的学生说
他找了一个语伴儿，想你给他提一些建议，怎么去跟他的语伴儿练习，你会给他一些什么建议呢？那我首先告诉他，就是如果你找语伴，其实是可以的，是好的，因为在课堂上时间有限，你学到的东西也有限，练习的机会也有限，所以你找一个朋友或者找一个语伴，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的。那他怎么练习呢？我觉得是这样，每次练习之前，他们应该商量一个话题，比如说，那我们今天去练习，我们今天谈论穿衣服，或者我们今天谈论天气。那我去之前，我应该把这些关于这个话题的内容的词去复习一下，或者预习一下，然后我们再去练习的话，我觉得事半功倍。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找到了一个语伴，他不知道怎么帮你练习的话呢，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比如说像丽蓉刚才说的，你们找到一些话题，然后呢去练习这个话题里面的词和一些句子。那我想说一些具体的方法，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天气，对吧？那嗯。天气有什么天气呢？天气有晴天、阴天、多云、刮风、下雨、下雪等等这些天气。对，那很多人呢，他找到一个语伴，他去练习或者学习这些词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告诉他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写下来这个是什么意思，这就完了。嗯，但我觉得这个办法是没有效果的，因为那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要找一个语伴学习？你找一个词典，你查一下不就可以了吗？其实是一样的啊。对呀，语伴可以怎么帮你练习呢？是比如说你想模仿中国人的发音，对不对？可以语伴说晴天，然后你说一句嗯，晴天，晴天，晴天，今天是晴天。今天是晴天。对，它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帮你反复的练习。对，这只是一个句子。然后呢，还可以写一段话，就是用这一课所有的词写一段话。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很好，是晴天，嗯所以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外面踢足球了。嗯我们踢了1个小时，踢完球以后我们很累，所以我们一起去饭馆吃饭了。我们吃了不拉不拉什么饭，当然这个后面的这些内容都应该是你以前学过的，因为在一个新的课里，你不能学习太多的生词，你的生词只能是跟这个天气有关的。那别的可以练习的词都是你已经学过的，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太累。所以其实你练习一次不要用太多的词，比如说50个生词或者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好的效果。可能一次用10个生词，然后呢去用以前学过的一些词一起练习，跟这10个词一起练习，我觉得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不但练习了以前的词，而且呢，学习了一些新的词。对对，这样呢就会复习到以前的词，然后又了解了现在新的词，然后下次再把这个新的词当做以前学过的词再反复练习，然后这样一点一点的加深你的记忆。对，如果你的语伴，你们刚开始一起练习或者学习，他不知道你会什么词，你可以写下来给他，你告诉他我会这些词，那你就用这些词跟我练习。我会这些语法，你用这些语法跟我练习，这是一个方法。那如果你的语伴他跟你熟悉以后呢，可能在他的脑子里，他有一本你的词典，他知道你会什么，不会什么，然后他就可以，但是这也是一个能力，不是那么简单对，的。这有点儿难啊。首先说比如说我是一个初学者，我学过了，但是其实我记不起来我会啥，我会什么东西，我打不出来，所以我就知道啊，你跟我说啊，我想起来我会。所以其实找语伴也不是那么容易，随便找一个语伴就能练好的。对，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找语伴学习或者练习成功的例子。如果有呢，你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你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然后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学生。对当你把这个句子练熟了以后呢，你再去跟他做对话，然后再做更深的交流，是这对，样的。这些年教了这么多学生，我发现很多学生学到 HSK4就放弃了，是因为从 HSK1到 HSK4
都是生活中常常会用到的一些词，对，很口语的词。比较好考。对，然后呢，因为你在生活中会常常用到，你也会比较容易记住。对，有的学生可能觉得我学到 HSK 4就够了，或者呢，他们会觉得 HSK 5和6太难了，我学不下去了，所以我要放弃。嗯，那我知道丽蓉经常教 HSK 5和6，帮助你的学生考试，对。在这方面你比较有经验，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好的好的，因为确实，4跟5或者5到6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就是那些词就是完全不一样。像你说的4级之前都是我们常用的，我们考试的时候就相对容易，很多学生从考1级到4级很自信，然后过了，然后考的分儿也不低。那到考5级的时候就很失望，为什么差这么多？那是因为确实是5级、6级的时候，他们那些词就更难了，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太说的。就像我们普通的中国人在聊天儿的时候，也很难说到5级、6级的那个词汇。我在培训他们5级、6级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其实是死办法，要记住这些5级和6级的词。那我通过什么办法让他们记住呢？首先，我要给他们找一些关于5级、6级的一些阅读，我会给他们反复的去练习阅读。在阅读里面有很多5级、6级的词汇，让他们印象深刻。然后，其实阅读也比较无聊的东西，那我还会找一些关于5级、6级的一些报纸啊、杂志啊，一些新闻内容。就是这样呢，他们比较好奇，比较感兴趣，那我让他们去读，这样也能加深印象。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词汇记住的一个办法，然后就是语法了。语法呢，我首先给他们一个框架，比如说，我们的就是最基础的语法是主谓宾，那我让他们套这些词进去，因为5级里边有完成句子，如果这个完成句子它按简单的主谓宾来套，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有用的，所以呢，我会通过这个办法让他们去做这个完成句，其实完成句子对他们来说有点儿难度，我自己以前学英语的时候，我觉得我用了一个比较错误的方法，是我去死记硬背单词，所有的单词，比如说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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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记住它是什么意思，嗯，然后去拼写它。但是我当了汉语老师之后呢，我发现有一个更有效的办法，是你去记一个单词的时候，就像丽蓉说的，你不要只是死记硬背这个单词，你要把它放到一个句子里或者是一段话里去练习，去反复的看它，去理解它的意思。这样的话呢，它更容易帮你记住。对对对，这个办法是好办法啊，好，那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希望我们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嗯。如果呢，你后期有一些什么学习汉语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会总结一些问题，然后拍一个视频帮助大家。或者我们会针对一个问题，比如说发音问题，比如说HSK 5级问题，讲一次给大家，然后怎么去具体的去学习，用什么办法，希望大家在下边留言，对，或者是有两个词，它们的意思很一样，但是呢，你们不知道它们的区别是什么，也可以留言问我们。只要是跟汉语相关的问题，你们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们，我们会找时间帮大家解释。其实我们出这一期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去学习汉语，但是我们在一期里边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说出来，而且说的那么清楚，因为时间有限嘛。所以我觉得大家把自己出现的问题给我们留下来，然后我们会针对这些问题，然后我们会出很多期，比如说怎么学习或者哪个方面学的不好的办法，我们都会给大家说出来，让大家更好的去学习汉语，然后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是我们这期经常说的一个词，事半功倍。是的，好，那这一期视频就拍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视频见，再再见。见。